大家好，胡鲁峰，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若干年前吧，那时候我在日本，那就曾经有过一个当红的 YouTuber， 跑到了这个富士山脚下的那个树林下面，很多人喜欢去自杀的，然后他就跑到那里去，找到了这些吊在树上的尸体，在那边拿他们来开玩笑，结果就引起了公愤。这个 YouTuber 的那个 subscriber 的就是订阅量是非常非常高的，结果就引起公愤。在这个大家都在隔离的很辛苦的这段时间，原来 YouTube 圈也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就话说啊，就最近呢，我在家里看 YouTube，因为我是用这个 Apple TV 看电视的。那一打开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英国女人的样子啊，她的名字叫苏西露啊，她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她原来在欧美，其实可能亚洲也有了的那个 YouTube 圈里面有一种 YouTube 的节目类型叫 reaction video 啊 ，reaction video 就反应 video 了，也就是说那个YouTuber 呢是看着一个视频，或者是听着一首歌，然后看他的反应哦，就是对那个他看或者是听的视频的反应。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看一个人对一个内容的这个激烈反应到底有什么？可能好笑吧，我不晓得啊。反正呢，不是我喜欢的东西，但有人喜欢 ，fine 没问题。那苏西露呢，本来是一个 gamer， 就是拍他玩游戏的，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做 reaction video。然后 reaction video 呢，它的主要的他看的视频呢，都是日本的动漫 anime。原来呢，他呢把他的这个 anime 就是整条动画 Naruto 放在那个这个屏幕的左下方大概1/4的那个 size， 然后放了半透明的这个处理啊，就一点点透明的处理。这个透明的处理呢，是可以让这个是我们怀疑它是让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检查盗版的那个系统能够浑水摸鱼的给它混过去。就整部片子完全没有剪，他就在那边看这样子。那可能欧美要看 anime， either要花钱，或者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原来亚洲有这么多可以下载影片的这个管道啊，他们很多就成了订阅者啊，所以他的频道有30来万订阅者，然后当然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一些 YouTuber， 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当然不对啦，因为侵权嘛。但是他的那个 argument 啊，他的说法啊，这Suzy有一个男朋友啊，真的男朋友，所谓的律师啊，他就说这个叫做 fair use， 就是我是可以用的啊，但是 fair use 呢，在版权法律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东西。就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视频里面放上一些其他电影，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有放其他电影的视频了吗？啊，主要就是因为每次我们放，哪怕是我们放宣传片，也会有电影公司在后台说我们侵权了啊。其实我们并不介意，如果是说真的是侵权，那你叫我把这个片子拿下来，好，那我就拿下来了。可是 YouTube 也很奇怪的，它可以让你不用拿下来，但是你做的那个视频呢的广告收益呢就不归你了。那你想想看啊，我做一个10分钟的东西，里面出现10秒钟别人的东西啊，然后这10秒钟的内容，因为这10秒钟的内容，我的广告费要给他，我觉得这个不懂公平在哪里啦。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了哈。但是你想想，而且有一些 YouTuber 是非常努力的，
找了一些片子跟你分析片，这个是非常教育意义的哦。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朋友迅雷静他基本上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假面超人了啊，所以你看他有很多内容都是自己花心思去寻找，然后把它凑成一个东西。那这些如果你说好吧，我们说反转，我们说恶搞，我们说有很多种做法，那这些做法其实都我觉得并没有抱着侵权的那个心态去做这个东西。但书姐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侵权了，因为他uncut就整条片子放在他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上，然后后来当然就有人指出这件事情。他指出这件事情，一般上我们会心虚，就是哎呀，惨了，被人发现了啊，赶快搜索吧。他不单止没有搜索，他还找了马甲马甲，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或者是他的粉丝，叫他的粉丝，或者是他的支持者去后台说这些其他 YouTuber 骚扰他 ，harassment and 这个 abuse 这样子。那其实女生去说别的 YouTuber 骚扰他，一般上可能会获得同情吧。男生像我这样的胖子，说人家骚扰我，说我是胖子，估计人家也不管我吧？人家你怎么不够这么强大？当然，当然这些诽谤、恶搞、恶意语言，其实在 YouTube 上多得很啊。马来西亚就有一个歌手很喜欢这样的嘛，不是吧？所以其实我们蛮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很厉害、很奇怪的是 ，YouTube 接受了他的 complaint， 还要对方把他的视频给拉下。好了，当然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 victory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他就说他在 YouTube 里面和谷歌里面有他的 partner manager。那 partner manager 这个东西我们是知道的，因为 eMews Asia 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是先有 partner manager 开始做我们的频道，然后后来因为YouTube 的新的 policy 就要10万以上那个才的那个 subscriber 以上才会有一个 partner manager 这个专门的 partner manager。所以我们的 partner manager 因为我们就是2万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人就没有了但没关系。但他就说有这样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我们明白他是干什么的，他基本上就是偶尔通知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啦，内容要怎么做啦，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啦，有时候我们一些答疑，要怎么做一件事情，他会给我们答案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人是不会协助我们去 go after other people 去攻击别人，这个人这个不是他的工作。当然然后这个苏基路就拿了他的内容，他就说好了，我广告费赚不够，他就把它放到 Patreon 上面Patreon 这个东西一个平台呢，是让内容创造者呢能够在这个 Patreon 上面每个月收钱就订阅费5块钱美金吧，差不多一个人。然后他们是发现他在那边靠盗版每个月收入将近9000美金，不少的钱然后他于是这个舆论就更加沸腾了Patreon 当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 page 已经被封掉了现在 under review。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引发了那些动漫的那个版权拥有者的注意了，然后就在这2-3天，他们应该已经准备提告了吧？就程序非常复杂的啦，就是先拿一个 take down， 就是跟这个侵犯者说，哎，你侵犯了我的版权，我要你拿下来我拿下来了以后，我们才来谈赔偿，一般上是这个样子很久以前我在唱片公司里工作的时候，我们也经常需要跟着我们的这个反盗版官员到这个市场里面找盗版商那盗版商可能发很多 CD， 那我们就要在那个官员的后面，因为我们是版权拥有者，我们必须要指认这个东西是我的，我被侵犯了这样子，所以就要去很多时候
以前我们是很担心做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遇到一些盗版大妈，他可能会拿砖头来追你的，所以现在这位苏西路就有一点像是拿着砖头来追人的感觉哦。他结果当然他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啊，所以没有想到就这么多年后，这个 YouTube 欧美的 YouTube 圈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人物，让大家开始又讨论他，这些怎么说？中文的片子影片，如果有人要你 take down 的话，很多都是默默的拿下来的啦。就我们自己的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人在山河，我们的这个外城仔这些内容，经常都会被发现被人下载了，然后放在别的地方。然后一般上我们去申请说我们版权被侵权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合作的把它拿下来，这样子。所以但我没有想到会有一个这么强悍的一个女人和她的所谓律师男朋友，做出这样的一个捍卫他们这个作为盗版的这个身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了最后，我觉得 YouTube 应该在这个疫情过后思考一下什么叫盗版，用多少。就是一条片子里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我们用别人的片子来做示范或者是讲解的时候，我们能用多少秒钟的内容？当然肯定会有人说，那我把它切散，切得很散，那我就可以，像古阿莫这样子切得很散啊，可以吗？这样子就是没有可以不可以，只是说一山还有一山高，什么魔高一丈。我觉得做内容的人要有一点侥幸的心，就这种偷鸡摸狗的东西少做一点吧，好不好？那就为大家好了，对吧？所以今天是为了这件事情，讲的。然后这几天开始上课了，我们就这样子咯。所以什么都好，不要成为 story，做网红不容易啊，这样子，最怕你红了。然后不懂那怎么办呢？好了，我们下回再聊。